125%降到10%，91%直接消失，24%有时间去谈，10%保留。所以看起来是美国积极出击，可是实质上是美国没有底气出击。这是一个没有外交缓冲空间的谈判，因为这个层级是直接基于中美元首沟通的共识。中美对等10%，看似船过水无痕，实则全球性的帝国主义解体。额外的20%是芬太尼相关，美国是10+20是30，非芬太尼相关现在就是10跟10的对等，也就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都施加了10%的关税，相当于美国老百姓被额外课征8%商品税，所以相当于川普在美国老百姓身上薅羊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根据最新的报道了，中美日内瓦谈判，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瑞士进行了中美贸易高层会谈，双方围绕着落实今年1月17号中美元首通话重要共识进行坦诚深入、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在经贸领域达成一系列共识，并在当地时间的上午9点呢，双方发布了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商务部对此就发表谈话，第一个，中美双方高层呢从来没有断线过，也就是说，川普在今年呢软的硬的都丢了，但依然回到1月17号，也就是习近平跟川普通话的基调上来进行所谓的沟通专线，这很重要，代表说美国中间所耍的所谓狠招啊，基本上是美国吞回去了。你可以看到，这就刚好呼应了一件事，到底是谁打电话给谁？是中方打给美方，还是美方打给中方？两件事。一开始呢，传出消息说中方打给美方，但中方否认，中方说是美方打给中方，要求来进行谈判。记者随后去问了贝森特，贝森特不敢回答，只说彼此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状况。然后川普说谁打给谁不重要，重点双方要好好的沟通，这个就是在这一次会谈之前所看到的状态，代表什么？谁求于谁。2025年4月以来，美国单方面加征的关税基础上，对华加征所谓对等关税，中国进行了坚决正当的反制。随后呢，美方轮番升级关税措施，最后对华关税从第一轮34%提升到84%，最后到125%。美国高额关税严重的损害双方的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本次会谈达成的联合声明是透过双方平等对话解决分歧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进一步弥合分歧、深化合作、打下基础、创造了条件。第一个呢，对等关税是谁开启动手？是你动手的。再来，我是反制你，所以这在我占据道德舆论的高地。第二个，你是一轮一轮不断加上来，是你咄咄逼人呐。但是结果是什么？损害了双方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国际秩序哦。所以是谁怕谁？川普怕习近平，习近平怕川普，可能都互不怕。但习近平需要川普，还是川普需要习近平？这里面呢提到几个重点，双方意识到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哇，这里用了好几个形容词啊，所以这里面代表什么？这一次的中美关税首轮谈判的协议，虽然叫做90天的暂缓期，如果川普变卦的话，那理论上来说，美国即将调整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当然，如果川普又翻脸，那没办法，那全球就准备打一场非常惨烈的贸易战，中国绝对不可能再跟美国有任何的机会跟他在讨论。你要注意到啊，边打边谈，小院高墙，这个都是拜登的做法。川普是不会挨着拜登做法，川普玩的就是要大开大合，要么跟你干到底，要么就跟你拿到底，要么呢就彻底转向。两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第一个绝对对等，第二个对全球经济重要性，代表说你对全球有责任。而过去啊，所谓的全球责任、全球治理这种东西，全球政府，当然我们没有真正事实上意义全球政府，我们透过的是联合国等这些国际组织，而联合国当中呢，谁说了算？美国说了算。也就是从1991年苏联倒下的那一刻起，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啊，到2025年的今天，在中美关税谈判
第一场联合声明当中彻底结束了美国第一次在双边关系当中完全承认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尽管这里说的是经济重要性，这是所谓中国一直讲的嘛，中美要成为世界的负责任的大国，本着相互开放、持续沟通、合作、相互尊重精神，继续推展双边关系，双方同意采取以下措施，这个叫做基调。相互开放、持续沟通，也就是中美没有要断链脱钩。所以你之前看了一大堆川普的影片啊，他在讲的狗屁啥啊，都比不过今天这个正式声明来的重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外交缓冲空间的谈判。你看，从这里开始哦，对中国商品加征共计 91% 关税，中方取消对美方商品加征共计 91% 的反制关税。再来，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34% 对等关税，针对美国对等关税 34% 的反制关税，也就是这是一份完全对等声明，没有任何掺水。再来，其中 24% 关税暂停90天，保留剩余 10% 的关税。好，所以呢，相应的暂停其中 24% 的关税90天，剩余 10% 的关税予以保留。好，讲到这里，你又发现另外一个猫腻了， 91% 的关税是cancel， 也就是说，即便90天后中美谈不拢，双方是以 34% 的对等关税及反制关税作为起课点， 91% 的，也就是 125% 的所谓报复关税是不存在的。另外，川普所嘴炮的什么 200% 更高的 more and more， 那些在这份声明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叫2个字，嘴炮。今天这件事相当于是揭穿了那一些川吹派直接的嘴脸啊，包含像八炯这个小丑，包含民进党这群小丑，吹了老半天美国对中共有多屌多嚣张，结果搞了半天啊，仅有14259号、14266号合计 91%， 再加上既定的14257号的 34%， 那这加起来多少？就是125%。那回过来就是说，这里面呢 10% 看起来美国是在任何国家都不会退让的。那双方的一致呢，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经贸各自关键领域保持密切沟通，展开进一步磋商，也就是将会是一个制度化，而且呢叫经贸各自关键领域保持沟通，也就是双方还是会有一定的关税，但不会是全项关税壁垒。但 10% 的基调是不可能改变的，也就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都施加了 10% 的关税，而美国又有这么高度的仰赖进口的时候，相当于美国老百姓被额外课征了 8% 的商品税，所以相当于是川普在美国老百姓身上薅羊毛，你知道吗？再怎么苦总不能苦川普，对不对？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至少就政治宣传上是个 win-win。但中国除了在经贸上面子赢了，实体上对中国没有差别，所以里子也赢了，或者是说里子维持。更长远的是什么？是在全球格局下一个深远的变化。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马上就有人在怀疑说，不对啊，我看到很多媒体它的具体的说法不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你如果去查关税的声明的时候，你会发现30%美国对中国 30%， 中国对美国降到 10%， 美国赢麻了。再来呢，你看事实上在第一 part 的时候，中美联合声明啊，你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都是互相保留加征 10% 关税，那其实细节是取消 91% 关税，暂缓 24% 关税，保留 10% 关税，加起来就是所谓的 125%。可是为什么台湾媒体一大堆写 30% 呢？这哪来的？中美关税谈判真相部分台媒呢其实是几乎全部。我跟你讲我看好像除了中天以外，联合报系、TVBS， 联合报系没有全部啦，它有些写 10%， 有些写 30%， 然后其他什么 T 台什么的，包括绿媒肯定全部写 30%， 美国赢麻了，中国输了等等的做法。那可是我调查的结果是这样，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中国对美国降到 10%， 美国对中国因芬太尼问题的 20%， 所以美对中只降到了 30%。那我去查了一个最好玩的是谁呢？中央社在 4:06 分的时候，不是用这个所谓的 30%， 但是到了 4:13 分的时候更新之后呢，就变成所谓的 30% 了。然后呢，还有像是中时报系的美对中 30%， 中对美 10%， 是在 5:05 分的时候。到底答案是哪里来的呢？后来我就发现呢，一开始呢大家都写 10%， 然后就是这些外媒在第一 part 的时候就直接下标 30%， 接着各大的台湾的媒体呢就开始跟着下标所谓的 30%， 好吧，所以大家都在玩文字学游戏各种赢麻了，是一样的你自己看英文长一样这两篇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所谓关税问题。2月4号的时候，川普签的第一份行政命令，针对所谓芬太尼问题对中国进行全品项的10%加税。到了3月4号1个月之后呢，又再次指责中国对芬太尼是一种类鸦片的药物，但这种药物其实在医学上使用非常广泛。那其实大家知道，美国的毒品大宗不是中国，美国毒品大宗是墨西哥、拉美啊，反正这就是一个挑事的借口了。但到了3月4号，美国再加10%，那这一次就是完全是芬太尼生产相关的，所以有一些就被豁免掉了，比如说婴儿车就被豁免掉了。这本身也很荒谬啊！你说婴儿车跟芬太尼什么关系？因为美国生产不了婴儿车所以呢就被豁免掉了。那再加10%就是20%，所以说的20%是这样来的。但是呢，事实上20%呢，中国是有立刻来进行所谓的报复的。其实2月4号的时候，中国的报复呢是煤炭液化石油气加征15%，石油、机械、汽车排量、皮卡等产品加征10%，还有针对美国的能源关税被视为对芬太尼进行所谓的回应。那另外呢，还做了出口管制在2月4号的时候呢，对于钨、密、钼这些相关金属类的原矿也进行了一些出口管制。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原料那还有呢，在包括此前已经在限制出口管制里面的稀土金属进行更强烈的管制基本上就禁止你到美国，尤其是重稀土。然后呢，后续包括还有告到 WTO 等等的。所以为什么这次谈判是没有触及到20%芬太尼？因为这一部分的对等报复并没有被取消。那再加上芬太尼本身并不是一个100%普适性的关税，所以所谓的125%降到10%，然后或者是说台美说的145%降到30%，是两个不一样的内涵。125%指的是后来在6号开启的这一系列的关税战，就是全世界都是10%加税，然后呢一波加到了34%，然后再来呢再加上91%，抵达所谓的125%，它是这样子一步上去的。然后这一次取消的是什么呢？是指说把那个额外加征91%取消掉，那剩下的34%里面呢，保留了10%的，就是美国现在要的吧，全世界它都要10%。那剩下的24%就是所谓的90天继续谈判，并且已经建立了双边对谈机制。对谈的地方呢，要么在中国，要么在美国，另外是两国指定第三国，像这次在瑞士。那所谓的145%到30%，就是把那20%的芬太尼加进去。那芬太尼刚才解释过了，那为什么中国不在意这20%呢？因为我报复你了。所以这里面所谓的对等10%的概念是这样。跟大家报告，美国跟中国大陆，人家中国大陆是有用脑袋，唯一没有用脑袋的就只有我们的清德宗。现在麻烦了，就是说有些人他为了讨好青鸟族群所以他必须要做这种假新闻。赖清德跪了老半天，用力跪从1000亿台积电、2000亿台积电加联电、2500亿台积电联电加供应链唯一笑呵呵的只有一个人叫郭志辉因为呢从月有厂可以建了，可是其他送了那么多出去，护国神山也拆了，就最后换到的是10%，然后但是呢目前34%也没有弹出来，然后从头到尾强调第一批，结果第一批是英国，对，那你在哪里呢？其实我一直不认为我们的清德宗，虽然他号称叫赖神但是我跟大家报告，我曾经批评过他说他是由自卑所产生的自大。各位记不记得他总统府致辞的时候，那个一直在播他那个美丽的秀发，看着蔡英文，哇，那不可一世，哇，全面执政、全面过半的话术，这种诈术治国成功了。他一直想要复制贴上，可是他只想到他4成他一直想要这样，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个大罢免。实际上真正会受伤的是我们广大的这些所谓的中小企业的人民。请问赖清德政府你准备好了吗？今天人家老共好，我暂时不敢10%或30%啦，我们现在是32%，你的第一波你说第一波好棒棒，就第一个送上断头台，有上面喝摇摆。所以我说今天看到了川普的动作跟所谓的中国大陆，现在人家达成协议了我觉得赖清德的内心深处或许开始性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是，所以当初你卓荣泰讲了那么多，李赖清德讲了这么多，每一次都被打脸。因为第一次的美国川普的这种不按牌理出牌，其实老共人家准备好了，因为他们不晓得在90天或90天的过后，因为川普是他随时怪交不隐灾，所以人家老共是很用心的，他在做一些准备。可是你很难想象的是，我们的赖清德煮个腾口的状况下，他到现在还是在那里我川威武。各位，你不觉得当一个国家领导者他没办法学习日本甚至之前越南的竹子外交，乃至于新加坡，人家知道说他必须做一个中间两强的平衡者，而一味的靠到了美国。各位，我只问大家一件事嘛，如果你还要再相信赖清德的执政的量能，各位还有历史3号给几号，你给你4号啊。